作为我们做开关人来说啊，你可以当它是雷同的，它其实没有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做好，是这样的。Here we are ready in game room, and it's time to ask or start Darwin Wang. Yay! Welcome, Hello. our game room CEO. Hello, Mr. Daming. Yeah, so we bring a lot of questions and we collect all the questions that you're going to ask our game room CEO. So let's kick start. This is a question from my end, but I think Karis, please do the honors of asking 对 to 就是 Mr. Wang. 非常的，因为刚了解到汪总是湖北人嘛，对然后就是南下了深圳，就想问一下，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进入到这个行业呢？其实进入这个行业呢，其实也是来的非常投缘，因为我曾经拥有一把切瑞的键盘。那我使用的时候这种体验哈，就是说实话，它完全超越了我在就普通键盘的这种想法。也就是当时我就感觉到很惊讶，为什么这个流体能做得这么棒？因为我们当时年轻人什么叫流体活？那我们只知道哇，这个键盘非常棒。那我们就在想，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？因为我是做技术出身的，那我肯定会对这一块的有所深入的去了解探讨。但我一查的资料呢，那我就会发现，其实这个很普通了，只是说在我们中国，还是比较就是说当时的那种需求量还不是很大，因为更多是电竞，因为我们很多人是没有涉及到电竞，那个时候更多是办公。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了，我们就想，能不能我自己来做一个这样的流体手感？因为我本身做开关的，就是我们做的是汽车微动开关，这一块的，比如说像共享单车那个开关，就是我们做的。OK。就是当年的摩拜啊、小鹏啊这些里面呢，就是你在深圳啊，你去扫码的时候那个锁，那里面开关就是我们做的。所以说，在做这个开关，其实跟我们做这个流体开关是类似的，只是说流体开关对我们的寿命的要求更高，对手感的要求更高。那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呢，其实筋斗啊各方面的结构，它可以作为我们做开关人来说啊，你可以当它是雷同的，它其实没有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好好不得了的话，是这样的。就我可以简单来总结一下，就是汪总觉得就是开关这个是小菜一碟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技术，我们有这个知识背景，为什么不能做自己中国的一个种，对不对？对。键盘圈就是也挺多人的嘛，然后就是慢慢这个市场越来越大，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就是你想对刚入坑的人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一个意见吧，就是让他这个入门的门槛没有那么高，这样子。他进入这个行业，我相信他一般都用过薄膜键盘嘛。那薄膜键盘呢，它其实跟我们接键盘的步骤各方面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呢，你最简单的，我们更多人肯定喜欢轻轴，因为轻轴有咔咔咔的声音。但是呢，轻轴呢，它噪音比较大。那我们肯定呢，比如像我们的机皇啊、机红啊这一类的轴体，我想更适合大家，因为这里面是通用型的，所以说我建议是做这些最基础的轴体去入手是更好的。达龙这边提供的是比较高性价比的一个产品给到消费者，你们是如何去做到一个缩减这个成本，然后给到消费者呢？其实我们做生产搞制造业一定是要看量，对，就是有一定的量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成本它就会降低，生产产能呢它也会上升，因为我们的人均是要按绩效来讲的。那所以说，那我们更多的是要把产能提上来，而且呢，把这个工艺标准化。因为我们的工艺的标准化了之后，你才能去谈这个品控啊、效率啊，那我们的成本自然的就下降了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上面呢，就是说，我们要把整个键盘你比如说现在的键盘，什么 IPS 键帽啊，什么 PPT 键帽啊，它更多的就是批量的量产化，它已经做到了。做到了之后，那我们怎么样在轴体上面呢，也同样的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红、茶、黄，这是很标准的轴体。那这些轴体呢，
当你把这个量做到一定的极限的时候，其实它的品控也上升了，价格随着也会下降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生。就是像刚你带我们参观的那个点，就是尽量把机器给自动化，然后就是降低人工成本，这样子也可以更好的品控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您想未来奔向是做定制化这个总体这一块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吗？其实定制化呢是根据每个人的爱好，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那不一样的话呢，对手感要求，也极度不一样。所以说这个挑战是很高的，因为你知道，大家就是你刚刚看到我们的自动化，自动化呢，它做的是应该是千篇一律的，对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工艺做下去一个制成。但是如果说你要更多的就手感，因为如果说手感雷同的类似的，那这个我们的自动化是完全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如果说这个手感差异很大，那这个自动化要重新调整。其实在这个上面呢，它生产的制成是有点难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制造工艺，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做很多试验，比如就像我们刚刚在实验室去看，我们要做寿命测试、电性能测试，这些测试呢你都要去过的。你不然的话，一个键盘呢，比如说我们一台键盘100个轴体来说，100个轴体来讲的话，那你如果说1万台的话呢，就有100万个轴体，100万个轴体呢，可能对我们做轴体呢有一个1%或者2%的不良。但你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你在你的键盘的占比就很高了。那所以说，对我们的整个制造工艺要求非常高。所以说未来 DIY 的话，它可能对我们量产来讲是更难，非常有挑战性的。但是我相信就是未来的就是说，因为随着我们的整个制造工艺能力提升，在这个上面它也会克服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在目前为止更多的 DIY 还是量产 DIY，它并不是逐步的 DIY。但是未来可能会发展呢，就是说个性化的、很有特色的 DIY，更加细致。对，这种 DIY 的量呢可能不会太大，但是呢它的个性化是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。好的，会的响声，但这个响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，其实它实际应用上面还是挺惹人讨厌的，就是特别是在工作的环境里面，因为我们的用户群还蛮多是公司的白领，然后在 office 里面工作。那其实对于这种在办公环境里面，你有一个建立的一个轴吗？咔咔的响的这个轻轴，或者说慢轴。但是呢，这种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办公，因为办公呢，我们往往场地就是人比较多嘛。那我们更多的就是说我们要推荐的其实就是红轴，像我们的机红Pro机防Pro或者说我们的机白时光白那在这个上面呢，它适合办公，而且它特别适合我们女生，用起来的话手感很轻快，克重也不重。当然你要克重轻的，比如说像我们的时光白、机白Pro嘛。但如果说你需要的力度比较大的，那你像我们的机防Pro都可以。那时钟的话呢，机红Pro其实挺好用的。就是在这种我更多的推荐是说，比较第一个平价，第二个常规，没有必要去太个性化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. Yeah, so that's it from the AMA section of the Gateron visit. Thank you, Mr. Wang. Thank you, Karis. 好，谢谢。